家好，我们要开始喽。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好，老师先说一下哈，我们的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哈，就是我们丙午年的这个天赦五方桃园天赦补运离斗法会啊，那我们就开始报名了。那这次报名啊，一样哈，你现在清明节报过名的哈，那么你这一次呢，你就可以直接的用账号报名。如果你清明节没有报名的，那这次的话你必须重新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呢加入你的眷属，那一样是可以顺利报名的，好吗？因为我们新系统已经启用，新系统为什么要请各位重新的去填写注册资料呢？因为过去我们用的系统里面有很多广告商一直想用他的电子邮件，然后去在我们的一个系统里面发广告，但都被我拦下来了，是没有错。但是每一天有多少呢？每一天来到世界各地的试图来注册会员的人数将近多少呢？将近我看有大概700-800封这个太多了。所以说我换一个新系统是完全杜绝这个问题。那么所以说那也不能把他们的账号移过来嘛，因为你过来的话，他们又在里面作乱，这也麻烦。所以是说呢，这个广告账号那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请各位重新注册，那这比较没问题。那大课堂都是因为它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要付钱，你才能够去使用所以说没有所谓的免费账号。所以说之前大课堂的账号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那个新大课堂里面来去做使用。那新大课堂我们现在已经启用了所谓的助教学政军。那有问题可以在里面去问，如果你觉得他回答你不满意一定会有不满意的状况，或是你觉得越问越迷糊的状况，没关系，你就直接的怎么样呢？直接在下面留言给老师，老师这边就会收到通知，老师就给你回复，好吗？这个其实是双向给你服务一样的，你们已经付过钱的都不用去改，未来你也不用加价就是说呢，让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整个在使用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更好，好吗？我开个冷气。第二件事情是这个跟各位说一下因为老师现在身体抱恙这有点生病，我从礼拜三就倒下了我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都倒下的状态都不能够做事因为这次感冒有点严重应该是感冒吧，反正我去看了医生了，说我躺了4天所以是说呢，今天是可以讲话，之前也是可以讲话，就是你精神没有办法维持的，坐着可能就失去了意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躺了4天了，那当然，各位很多人看到我这个礼拜我更新了，到今天我更新了14篇短视频，每天都固定2更。但是因为礼拜三我快要倒之前，我快要躺下来之前我赶紧把它都录好了因为这是在收到的时候之前我就先录好，然后拼了最后一口气把它录完，这样子才不会中断老师还是要给自己多一点这个更新纪律的一些维护，好吧？今天我们都还是有，到今天都还是有短视频在更新了那所以说我今天直播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我可能我尽量讲完，好不好？如果真讲不完，请各位多包涵一下因为这体力上是有一点点的压力的，好吧？色谱太白，灯光调暗一些那我今天来不及对因为那个来不及对了，因为我刚刚才准备完这些工作。好，喝个水好，那我们开始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整个状况来看我们最主要是关系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伊朗战争的一个问题这伊朗战争的事情其实我们走到现在就已经看到是说整体的整个模式都是非常的诡谲因为你看特朗普一下说那个海峡开放了一下说海峡没有开放又要重新的封闭，所以我们整体的状况来看都会一直产生很多的变化，诡谲多变嘛，其实外边人看是诡谲多变，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其实老师当时就在躺在床上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不需要去更新了。为什么？因为特朗普就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这个已经不是我的个人想法了这是已经全世界想法。特朗普这个人说话不算话，他今天说好的，他明天就可能变卦那就现在更厉害了，早上说好的，晚上他就说我不干了，对不对？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特朗普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老师就跟各位去预测过呢？在特朗普他在竞选第1任总统的时候老铁们跟老师很久的一个观众就知道了，老师之前跟各位讲，特朗普这是一个很好预测的人所以说呢，他要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去猜他到最后一定是什么呢？他讲的话别人不相信，第1任的时候大家还是凑合的相信，那到现在第2任这状况更严重，等于说呢，第1次大家只是无所适从但是因为当时有那个新冠疫情
所以大家还是勉勉强强的替你美国去兜底，因为美国的一个封城的期间其实是蛮短的，他们真正封城时间大概只有3-4个月的时间，那其中还有包含特朗普大量的一个支票的投喂啊，你说他有没有功劳？我说真的啦，特朗普他是有功劳的，但是呢，你要说在世界各国上面的利益考量上啊，其实这个利益考量基本上就不合格哦，因为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就像当时啊，那个美国透过对外汇的炒作啊，那欧洲区、欧元区替美国承担了很大量的一个汇损，直接当时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呢，这欧洲的东西啊打7折，来替美国去填补这样子的一个亏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第二次你还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他在竞选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他选上了，那么大家会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加的有问题，那未来的世界会变成四个大块的状况来去做。那现在各位已经知道，我不再复述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伊朗战场上面呢，如果你说他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好，我说真的，那个依照我们的流月预测来看呢，他大概还是等到下个月，因为你说他这个月会不会让他是说可以谈完，然后呢就各自休兵回家，这概率是蛮低的哈。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呢？因为美国在4月13号的时候啊，他们就宣布去封锁伊朗港口的海上交易的一个措施，那差不多就是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吧，他就开始宣布了，就直接把你所有港口的封库啊，但是他是封港口，一开始说你整个海峡封起来，后来只说封港口，那么这个就是希望能够让伊朗啊怎么样呢？你自己来封别人不可以，你可以封，我也可以封，你封出口，我封入口，咋办？你封入口，我封出口，是不是？我都把它封起来了，大家都别玩，对不对？要么你就是开放，那你开放的话，那大家再谈，不然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得跟我一起收这个过路费。那伊朗也这么说了，就是美国希望他也能够进来分一杯羹，那伊朗是拒绝的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每一个国家它的关税主权的一个状况。在世界上，你能够去代收关税的状况其实是不多的。比如说美国对一些非洲国家帮他们建港口或做这些状况的，他们有代收关税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有。那过去当然就中国大清朝自己了，对不对？五口通商条约之类，还有一些状况啊，等于说大清朝把它的一个外汇的海关不是外汇，外汇跟海关都是交给这些外国人去管。那这对中国有没有好处呢？是有好处的，因为呢，外国人收税收的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有制度啊，在说大清朝他收不来的税，洋人帮他收到了。收到了，那他洋人还会把钱分给大清朝，因为他不能够把所有的税全部收给自己花，不行。他必须这个税啊，一部分是洋人留着，那一部分是给大清朝供的。那这个东西对洋人对那个这是算什么呢？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面数千年来啊，第一次做成了一个有案外包，但是是把自己的海关外包。但是呢，伊朗就不能够接受这个状况，因为等于是说你现在就等于是把你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去让渡给了美国，那这个事情当然就是会比较难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啊，霍尔木兹海峡到当时还是一个关闭状态，但是在昨天啊，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啊，你现在美国跟伊朗要谈，但是美国却违反了停火协议，没有解除封锁，因为他们当时是说，那我伊朗全面开放了，那我们跟你要谈嘛。你要谈我全面开放，我既然全面开放，那美国你是不是也应该开放？因为反正进来过来过去都是你们欧美的船多嘛。因为欧美是由这个石油的消费大国，中国是最大的，但是中国不是只靠霍尔木兹海峡就3成，那其他的包含了是说它还有从这个俄罗斯啊，或者从美国、从世界各地进来的油都有，它不是只有靠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让我都开放了，我展现诚意了，那你美国你要不要展现诚意？结果没有，说4月18日的时候啊。这样就是说，你美国既然不撤军啊，你也没有解除封锁，那么谈也没必要谈了，因为你继续封锁，那有什么好谈的？就变成是说我开放你封锁，那我谈过再下去谈有什么好谈的？因为你都封锁了，那跟现状没什么改变了，那我跟你谈，我不等于去投降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又在1天之内宣布开放之后，又宣布关闭那到什么状况呢？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而在航运上面做的这个影响啊，基本上现在都会出现了，比如说很多的传说，比如说中国的船冲过去啦，或者是说美国是会特别给他们自己的公司去通过这个海峡。其实这个东西啊，目前能够确定的是中国船好像通过几艘超级邮轮呐，那其他的是比较难的。但是说中国有没有派05大区就为了去护航这件事情，目前为止是比较难的，因为05大区它其实并去在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它并不是为了去跟美国作战，也不是为了去护航，它是很简单在一件事情，
美国这一次啊，在霍尔木兹海峡集合它大量的军力啊，大量的比如说你海陆空啊，都在它的一个船上面。海军陆战队也算是海军，海军陆战队算海军了。人家以为海军陆战队算陆军，没有，海军陆战队算海军，好吗？都在其实在那边的啊，那么多的船舰啊，都不断运补过去，包括萨德啊，什么各种的飞弹啊、导弹啊、无人机啊，都往那边去过去。那么中国05大区是去干嘛的呢？去干嘛很简单，就是怎么样的，我去看你怎么打。我船就在这边，你要说我护航吗？也可以。你要说我想要去保护伊朗吗？也可以。无论你想讲什么，反正我就是不回应。我的船就在那个地方，你飞起来了我也看得到，你射出去的我也看得到，你挨打了我也看得到。反正我就想看你怎么打的啊，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战场的一个情缩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啊，现在整个市场就变得很有意思，算市场吧，算战场。整个战场算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各自都想打，但是各自都不敢打，因为你打出去，你的军事机密就被中国观测到了。而中国现在就跟过去的美国在二战一样，对不对？我没参战啊，你干我屁事啊！我又没参战，对不对？那你们打你们的，你们互相消耗，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美国在那个珍珠港事变之前啊，他都提出这样的想法，反正我就看着，对不对？要打不打再说嘛，反正我船在这边，飞机在那边，对不对？我也没什么敌意，就这样吧。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美国为什么到现在哦，它很多东西是有顾虑的。其实问题是在于中国派军过去了，但是呢，的确不是护航了。因为光那样的状况去护航，第一个不符合成本，第二个呢，国际的势力会觉得，有问题，你为什么你可以跟伊朗私相授受？你跟伊朗私相授受，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一下，对不对？那我们干脆组一个联合国军队啊，去一直保持它护航，那就等于是侵犯伊朗主权了。所以说啊，那个05大区在那边属于一个沉默的状态，那有没有用啊？确实在这个战场上面呢，起到了一个什么？起到一个让别人投鼠忌器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状态。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啊，其实这个谈你要怎么谈起来，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我们知道，我们上个礼拜就讲的时候啊，就已经说过了，纳坦雅胡会让这一个所谓的伊朗战争结束吗？不行，结束的。因为你一结束，他就得入监狱，对不对？现在伊朗不以色列他们的内部啊，现在法院也继续要提起第二次开庭。那你要不要上？你要不要来出庭？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以色列的当地的法律制度了。但是你缺席审判是不能够太多次的。如果你缺席审判太多次的话，那么他可以直接有可能啊，按照我们的过去老师所学过的这些各地的法律，有可能，因为我学的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么有可能啊，他就给你强行逮捕或把你弹劾掉的状况都有可能会有，因为以色列现在的军力啊，一直不断的啊，一直往黎巴嫩那边过去。你去黎巴嫩那边啊，当然它的优势是比较高的，说你要消灭真主党，但是你要消灭什么样的一个民兵组织，这个讲法你是可以讲，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把军队派到人家的家里面，然后说我要去消灭你们的民兵组织，这个状况其实在任何的国际法上面都是不成立的，对不对？就像有人什么呢？就像有人跑到你家里面去看，然后看你家里有没有乱花钱，这可以接受吗？不行嘛，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子啊，你跑人家家里去做。所以说当时说要去和谈啊，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他们要进行和谈停火协议10天，有10天的停火协议。但是呢，你在停火之前呢，还要去炸黎巴嫩南部，然后也死了100多个人。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整个国际社会上面看到以色列被炸，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同情的声音出来了。原因就在这里啊，在这里你怎么同情呢？对不对？人家炸你一个，你死个几个人，十几个人了不起了，对不对？然后伤了一些人，但是你一炸过去，黎巴嫩就死了100多个，对不对？你这人命不是用数字去算的，每一个都很珍贵，但是这就没办法是说你在国际上站得住脚了。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现在透支他自己的国际信用，未来啊，他要去让他自己的经济恢复啊。按照资金回流方法可能很快，但是你要恢复国际的信任度，应该就会蛮低的。因为伊朗你是不可能把它打败的，就这么简单吧，对不对？伊朗你是不可能打败的，就连阿富汗你都打不败了，是不是？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你都打不了了，那你更何况是比阿富汗更强大的伊朗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以色列他是不可能打败伊朗，美国也不可能打败伊朗，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把伊朗消灭掉。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新政府了，是不是？而且众志成城，对不对？你让那个老内伊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可能会有一些里应外合，对不对？但是你把内衣给扒了，老内衣的内衣给扒了，你要怎么让他们百姓去接受一个新的扶持来的政府呢？是不是？他们自己征兵都有自己人去参军了，
所以你整个战场就变成伊朗是不可被击败的，至少你现阶段是不可能被击败的。加上你要击败它就很简单，你必须派陆地部队进去，派陆地部队进去，那美国的国力是消耗不起的，因为伊朗太大。之前美国去做一个韩战，还有越战，这两个狭长型的国家都把美国打得够呛啊！韩战跟越战呢，那是美国近代史上面呢两个没有胜利，你不能说他输了，好吧？说他输了也不公平啊，对不对？也没有说他输了，就是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胜利的一个战场。所以说你说狭长型的越南你打不掉，韩国才半个你也打不了，那么你要怎么打呢？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伊朗你是无法战胜的。那么既然无法战胜，那为什么他还要继续打呢？其实我还是一句话，他在冰岛都想去收那个叫什么？冰岛还是谁？那个叫什么？格陵兰啊，他就把买下来收过路费了，对不对？那你更不用想是说这个海峡的利益有多大，哪怕冒着天下之大不讳，他都觉得他是应该他收了这个收了这个保护费，所以说他要的是把整个港口打开，然后他自己想办法去介入这件事情。但是伊朗如果不退，那么美国就变成骑虎难下了。当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就说这个礼拜也要去谈。但是你谈能不能谈的问题就在于是说，美国现在的态度，美国现在还是不断的征兵，到此时此刻，美国还在不断的一个征兵啊，征兵就是说把他们就原来1万啊、2万啊，现在到5万，后面还有源源不绝的部队要过来，这么庞大的士兵量，然后呢，你跟我讲是说你要跟他谈，有没有可能？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可以谈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礼拜虽然他一直不断的征兵啊，不断的去施压，甚至不断放话，我打你的能源设施，然后我要把你的全家都炸光光。但是问题是你后面运补来的弹药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而且再加上他们所会运补来的这些大量的一个船坚炮利的东西啊，很大一部分是你后面增援来的，但是你前面来的你没有办法替换掉。比如说林肯号之类的，就说老师意思吗？就是你后面增援来的人，他不是跟前面这一个士兵去做轮调，你全部挤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状况就已经犯了兵家之大忌了。老师跟各位讲个历史，好不好？好，那个在蒙古西征的时候啊，他们一直不断的往前高歌猛进啊，对不对？一直一股脑的往前冲，打到欧洲啊，这吓到一个不得了啊！不要说欧洲，在他之前的花剌子模啊，就已经被他们打到。花剌子模是谁？就是伊朗嘛，这就被打到了吗？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叫什么名字打到一个胡说八道的状况。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蒙古军队是不是每战必捷呢？并不是每战必捷的。为什么呢？蒙古对上花剌子模有一个知名的战役是什么呢？不是打玉龙节刺，是打那个巴鲁湾之战应该是巴鲁湾吧？我记得好像应该巴鲁湾，和音不太一样那是由他们的将领史基忽突忽率领了8万人去攻打这个伊朗的一个部队他们的一个新的苏丹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了，就是摩科莫他儿子扎兰丁苏丹跟他去做决战结果这一场仗就是以蒙古军大败为主。为什么蒙古军会大败呢？几乎这个整个8万名的这个蒙古军队就命丧当场，号称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我想大概不到1万人吧，因为每个都诚实嘛，诚实说，诚实倍说。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输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打的地方是一个大盆地一个大盆地那个什么扎兰丁的他的一个兵是比较少的。那蒙古军队的兵比较多，而且是比较强大的，怎么看都是碾压的方法去做，大概是所谓的4-6的一个模式怎么看都是应该是蒙古军的史基忽突忽这边的会赢。但是为什么后来是扎兰丁赢呢？就因为史基忽突忽他把他所有的军队集合在一起希望能够像那种大方阵、大马那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团直接把它碾压过去。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盆地，他的战马散不开，他的战马是过去他们战马打原野战嘛，但是他们现在打到盆地战了，所以说呢，他直接在盆地里面聚军。那遇到对方来冲击你的时候你的军队没地方跑你光互相的冲撞、互相的碰撞、互相的一个跌倒互相的一些踩踏，就让自己乱了一阵脚了。因为马也是很容易受惊的一个动物，所以说在扎兰丁一旦派了敢死队冲过来之后蒙古军他想战也战不出去。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全部挤在一块，你没办法施展开他们最擅长的马刀或是3-3战术就无法去实现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就变成是说，在巴鲁湾之战
死期糊涂外就吃了一个大败。那最后成吉思汗才跟他讲，你是因为你用错了战法，他应该是把所有的军队去把它排列开来，妥善运用蒙古的一个野战的一个特色，然后呢，用3-3的方法，一直不断的把它包围歼灭，包围歼灭，包围歼灭。因为对方如果突出来是一支敢死队的时候啊，你只需要3-3战法，旁边2侧就把它打，消耗它，中间呢你再去突进过去，基本上你基本上是比较不会输的。所以说回到现在来看呢，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这样，美国不断的把他的一个军队一直不断的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方去开进。就等于他有一大团的军队在这样子一个可能在几百公里范围以内的地方啊，不断的去聚集。几百公里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像没有几百公里这么远，对不对？你放了几十艘军舰，它也填不满了。如果是以人类的眼光来看是这样是没错，但是如果你是以卫星的眼光来看，那么几百公里还不好找你吗？对不对？你等于这两个全部抱在一起是没什么两样的，因为几百公里卫星去扫，怎么扫都扫得到，因为你几百公里它随便拍都拍得到。你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几百公里以内的你所有的排兵布阵，基本上我是中国，我一定全部拍到的，因为你就在那个地方，基本上不会动，你也不大会往哪里去做。你就算动，你已经聚集在那个地方了，之后你要怎么去调配，都在别人的眼睛里面。现在卫星啊，不是只有美国，也不是只有欧洲有，是连俄罗斯跟中国都有。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在那边去调兵遣将，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把所有的大量军队、数万名军队都集在这个地方，再加上那美国战争部长以前的国防部，现在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啊，也是一个脑袋有洞的人。那我说他脑袋有洞，我觉得不冤枉他。第一个，他在阵前去开除了大将之外他把很多4星上将都开除掉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没有做到一个部队需要轮调的一个模式。所以说，林肯号在他出任务出了200多天，200多天啊，你以为是上200多天班而已这么简单吗？各位，你不是海军啊。海军上面你要200多天啊，那你必须是敦睦舰队这种等级的。敦睦舰队啊，你还有办法可以去放风，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休舱日。休舱日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轮休的啊，你这个舱啊今天休假，你另外一个舱明天休假，所以我们叫休舱，就是你这个舱可以放假，那你就可以在中山市啊，或是在特定的甲板地区啊，是给你放风的，那给你休假的。但是你在打仗不一样，你打仗你能够休舱吗？你不能够休舱的。你随时随地都在战备啊，你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战备啊，所以说后来就发现是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啊，一个就是你很好，它这是一个靶子，你知道吗？它的马桶爆掉了，马桶爆掉是什么事情呢？里面挖出来看，它就是什么？就是绳子、衣服之类的东西。所以说绳索啊，就是大的那种麻绳啊，那我们海军的有些是大麻绳，把它塞进去让它爆了，爆了是什么呢？为什么你让它爆？你不让自己不爽吗？我告诉你，美国人的想法，你很多是基因没有错。很多人误以为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最科技最强大的国家，你就误以为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聪明，没有的。我告诉你，70%以上的美国人真的是比不上我们台湾的高中生。我很认真的跟你讲，70%的美国人呢，他的尝试量啊，不及我们台湾的高中生哦。这个我很确定跟你讲，真的是不及我们台湾高中生。那么他想法就很简单，我只要把马桶弄坏了啊，发生了一个生存性的危机。马桶整个爆出来，然后灌了满地都是那个屎尿屁的东西，臭不可闻了。那么你这个船就必须靠岸去修整，把这个东西修一下，哪怕你要抓人，你也得抓我，其他人兄弟可以放假嘛，对不对？没有，他就不管你，就原地修，你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发生的第二件事就是什么？洗衣房着火，洗衣房着火，这可是大事情了吧，对不对？那么既然洗衣房着火，你要不要去靠岸？靠岸，好，靠到科威特那边吧。你靠岸之后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以为靠岸了，他们那边烧他们的事情嘛，我又不负责洗衣服的，那么这个跟我没关系啊，那马桶那个地方也跟我没关系啊，我总可以上岸放假一下吧，对不对？哪怕科威特那边基地，我这边只要下去伸伸懒腰，学杰克船长这边散散步也好啊，就是打个电话给家里报平安啊，拍张照片啊，吃个小吃啊，对不对？都好吧，或是睡一个囫囵觉也好吧，是不是？我是躺好睡觉，我睡在床上都可以吧？各位，海军的床它是便当盒，你知道吗？海军床它单人床是单人床，但是它是一个铝盒子啊，那个海军床是一个铝盒子。这个铝盒子呢，它是可以开的，所以我们叫它便当盒，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铝盒子是一个床，然后呢，它打开来里面是你的内务柜哦。陆军的内务柜是在旁边是一个铁柜，但是海军的内务柜啊，因为海上会晃，你知道吗？海上会晃，你不能用你那个直立式的那个内务柜，你就变成你必须要你床就是内务柜，因为它是铺平的。
所有东西都是放平的，因为海会晃啊，会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晃，所以是说啊，它都放内务柜就放那个地方。那么它上面就放一个小床垫，然后呢，就是大概不大，单人床还小一点的距离，那你就那边躺着，而且它的那个怎么舱高是很有限的，所以说你躺下去啊，你要抬头坐起来不可能。海军船你要坐起来不可能，你就只能够是说上下床可以，尤其是他们这种正式的战舰啊，那个都是分秒必争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加上他们又有火烧，然后又有厕所堵掉，所以很多的美军官兵啊，他是必须睡在地上的。对不对？包个睡地上的，你连睡都睡不好的状况之下，靠了岸了，总是要让人家放风一下嘛。结果有意思是什么呢？没有，对不对？那美军这个海军司令部那边就派了8个稽查人员，所有人扣在船上，一个一个问话调查，你这个马桶是不是你堵的？对不对？那不是你堵的，为什么有你的名字？那他一个个问，每一个官兵就变成你是嫌疑犯。那等于是说呢，我刚逃离了那个什么虎穴，现在进入狼窝。哇操！他妈我连休息都不可能。200多天呐，那个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各位讲，200多天那是很难受的。像老师以前去那个马祖去下基地啊，我们因为我支援过去的嘛，即使我支援过去，我还是个兵嘛，我也不能说啊，我的老祖宗在这里，你要对我好一点，没有嘛，也没人理我，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是3个月不能放假的啊，3个月你就只能是说在营啊，然后呢，你不能休假，你只能背那些书。光那100天呢，我就觉得很憋屈了，对不对？后来3个月过后，你搭船回台湾放假，开玩笑，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回来台湾先睡个2天，然后睡觉就先睡2天，其他不说，因为我们回来11天嘛。不好意思啊，老师感冒还没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军他的运补过去之后啊，他是没有办法跟他的前线士兵去做轮调，就变成你要运补有什么东西呢？他都没有做好真正的所谓的你这个后勤补给的状态。那只有1艘尼克号这样吗？当然，其他的你在那边待了也，现在打从2月打到现在，你也几十天了，你也没办法放假，未来还要打多久不知道。这就变成是士兵他自己的心情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创伤，而且你又不是说你今天停在那边，然后别人不敢打你，你真的是伊朗是真的他妈敢打你的，对不对？你飞出去的这些飞官，你能不能飞回来也不知道。所以上次不是被打下来几个被打下来 F-35吗？对不对？你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你做那个死神的无人机啊，那可以，那过去的无人机打下来就算了。飞官呢？我出去我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呀，对不对？过去我去就回来，就把我那个不要说酒了，对不对？你那个 whisky 加了冰块，我在冰块融化之前我就炸完回来，可以这么想，对不对？古有温酒斩华雄，今有 whisky 放冰去炸伊朗，是不是？但现在不行啊，对不对？因为伊朗有个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厉害，可以把 F-35都可以打下来，那其他的也有可能不在话下。加上伊朗的无人机会不会来攻击也不知道，所以你心情。即便是在大海上面，你这个一望无际啊，但是你心情没办法轻松，因为一望无际啊，你站在岸上啊，你站在海岸上，你看到一望无际的海边啊，你会感到心旷神怡，你会感到人生的哲学，感到这个世上无难事，你会感受到什么呢？凡事有相，皆是虚妄。那个是你在岸上，为什么？因为人站在岸上，那个安全感是很足的，你背后就是陆地，陆地就是你的家乡。我跟你讲，各位真的，你在船上你就知道，陆地是你的家乡，不管哪里，陆地就是家乡，对不对？你回到自己国家的家乡了。那所以说，你背靠陆地，脚踏实地，你看大海，你都是这样，完全是这个豁达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在船上，然后看着大海，那就是一个恐怖。我跟你讲，真的，那是真的是一个恐怖。那这个非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下去之后你能不能上来这种状况，尤其是夜晚那个海伸出去啊。不是像我们去什么八斗子啊，还是什么上海一个什么外滩啊，对不对？还可以看到灯光，然后照火通明，就是没有。你眼睛看出去的那东西根本伸手不见五指，你眼睛看到就是黑黑茫茫的一片，你什么都看不见。黑暗的大海，那个会很考验人的一个心态。所以说，很多远洋渔船的船员呐，各位可能不知道哈，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心理的一个创伤。为什么？因为你一望无际的时候啊，你会想的很多，加上呢，你跟同样船员里面啊，可能会有些争执，对不对？就变成随时他可以把你杀了丢海里，你还拿他没办法，就是你没办法报警，去哪报警啊？你报海警也没用，海警不会过来，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海上就这么消失了。说人在海上的时候啊，那个精神的压力啊，那个是比在陆地上强大了不止10倍。
老师跟各位讲清楚啊，这个是不止10倍，那是一个非常恐惧跟精神极度紧绷的状况。有人说老师他进了船舱里面那么亮，不跟陆地没什么两样了吗？海上上下下，你永远无法忘记你在海上。不要跟我说航空母舰这么大，里面设备很好，所以说它在里面跟陆地是没什么两样的，这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好吗？要去记得。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战争部长是一个难以言喻的一个算是一个什么连长，他以前只是一个连长军阶，然后呢，你让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去领导一个战争的时候，他的将帅无能，这什么累死三军，他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所以美国不断的征兵，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论作一个是威胁？你照数量来讲，你用它的科技来讲，我们可以说它是威胁。但是这种士兵在打仗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士气是很难强大的。哪怕为了回家，他可能会积极的去抵抗，积极的去作战，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很难去集中了。而且伊朗它本身的状况就是一个帝国坟场，超大型的帝国坟场。你只要打了陆地战，那么你就在那边刀口舔血。你之前的精神不济，你进到陆地上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忍受，就是说每一天紧绷到底的状况。你说你就在那个委内瑞拉，是不是比较没问题？委内瑞拉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委内瑞拉他不敢去炸美国的那些所谓的驱逐舰啊，或他们的一个战舰，不敢，他也没有能力，所以说他就一直在等美国可不可以上岸跟他决战，对不对？那美国就是偏偏不上岸跟你决战，我就在那边盯着你，盯到你开始有松懈的状况之下，我就看到有迹象了，我就赶快去把你逮出来。所以说那边实习过了，他把那个波索纳洛抓回了美国之后，他就觉得哈梅内伊我一定要监视他，监视久了啊，那我一定可以找你破绽，然后再把你绑回来或者把你干掉啊。他成功了，的确成功了，但是后面的后果他无法去承受，因为他一个是中南美洲，一个是中东，两个不同种族、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跟不同的一个属性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同一个天秤上的时候，你就容易产生这些误判。所以现在整个战场是不能够去说它是一个很乐观的状态，因为对于美军来讲，它是一个很不利的状态。你说伊朗天天备战，难道他自己精神没有压力吗？肯定会有压力的嘛，对不对？谁打仗没有压力的？你上班都有压力的，是不是？那你上班2个月不休假，你抓不抓狂？比如说你是护士，上2个月的一个小夜班、大夜班，你他妈会不会想可以把护士长给宰了？会嘛？就想把都看到谁都想把他宰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打仗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只是劳累，精神劳累，但是他们是生死之间。但是毕竟人家是在陆地上，所以他的承压力有大地帮你去吸收，他的承压力的确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他要找家人是真的可以找得到，电话一打那是真的可以找得到。美国你打卫星电话去找家人嘛？可以吗？不行，好不好？不行，这样讲是不行的。连上厕所都要排队4个小时了，你更不用讲是说你想打电话回家这个东西是有点困难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里来讲，伊朗还是一个状况，以逸待劳。那美国想要瑕疵的军力去跟他谈，伊朗我觉得他的状况就很简单，要么就全开放，要么呢你就上岸来打一打，我们看看谁打过了谁。当然，伊朗一定是损伤最大的，那肯定的嘛。美国军力再弱瘦死的骆驼它比马大，所以美国的战力怎么样都会比伊朗强，但是经不经起的消耗那是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老师一直有特别的市面上所有的，比如说 Gemini GPT Cloud 或者 DeepSeek 或是所有豆包所有的一些 AI， 我都尝试去他们分析这个战争。但是呢，真的能够把战争说的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你就不要相信欧美的 AI 各位如果在全世界看这场战争的时候你就不要相信欧美的 AI， 因为欧美 AI 它是以美国的视角，美国最伟大的状况之下去做的。比如说 GPT 跟老师讲，这场战争伊朗是麻烦制造者，美国去维护的它的和平。我就觉得奇怪，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伊朗因为他不服从美国的管理之类的我就觉得奇怪，你把人家领导人给炸了，给杀了，然后人家说他一个什么制造问题所以说这个 AI 也是蛮政治正确的，难怪 OpenAI 可以拿到拿到美国国防部的这个长期合约那其实 Cloud 也是这样 ，Gemini 也是一样他们就有政治正确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在看整个 AI 去使用的时候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是，你在问什么问题，你就要问多方面的去采证，因为 AI 现在会被污染的，好吧 ？AI 现在被污染的还是蛮严重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你要以拖再战你真的再给他拖3个月我说一件很简单的，这个伊朗战场你再拖3个月，那么美军不战自溃，
他没法来坚持下去了。就光他们自己没有轮调，没有办法去做好运补这件事情，再撑3个月，美军不战自溃。他必须在这个月或下个月一定要谈出一个结果来，或是接受其他国家的调停，然后让美国能够体体面面的下台。不这样做，美国是撑不下去的，因为从他整体战场来看现在时间是站在伊朗这边，伊朗只要像土拨鼠一样躲在地底之下，就可以拖死你长期来犯的一个军队。在整个世界史里面你要远程奔袭还能够取胜的就这个战场成功概率不高。第一个什么卫青、霍去病，对不对或是李飞将军李广。那你说在其他地方就是蒙古人去打花剌子模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奔袭过去，然后直接给你打掉这个能够远道而来，而且当场还可以战胜的，这个状况是概率是低的但现代战争也是一样，远道而来，你还想获得胜利都很难。你说美国打那么多国家怎么会呢？打阿富汗你也只有他的首都你把它拿下来了。美国打了20年的战争，他的其他地方打下来吗？没有，他就打下首都来而已其他地方能不能打下来？打不下来。所以对外战争来讲，美国的一个模式它是被证明是说远处作战一定是失败。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做呢？就很简单，一个狂妄自大的总统，加上一个有点什么呢？我们不能讲他笨，我们就讲他有点一厢情愿，有点择善固执，还是有一点点坚持的一个战争部长所造成的现在美国这个窘境。所以我还是维持我这个针对阳历5月的总论预测如果4月没有谈好，5月就会有其他大国来介入，因为很简单，我只要拖到5月，你美国自己会受不了。那么那时候俄罗斯进来，或是中国进来，或是在东巴基斯坦当做领地，然后呢把这个事情给解决，这个概率就是会有的。但是如果4月谈好了，5月那美国还是可能翻脸，因为他有办法去运补了，而那个时候他再翻脸还是有这个可能在的。所以说就希望这个状况还是赶快打一打吧，打一打美国才能够知道他自己打不过，然后赶快回去，这个应该是好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刚才谈到以色列以色列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他把黎巴嫩的南部的领土占领这基本上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他现在就只是拖时间，因为黎巴嫩南部的土地是不可能被割让给或是给以色列去做屯垦区或是任何的一个代管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以色列进入到黎巴嫩的领土里面，他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可能吗？不可能，这本来就不可能。人家是民兵组织你怎么解除人家的武装？对不对？你就躲到百姓家里，他就是百姓，就是出来就变成民兵组织，你哪怎么解除武装呢？给你2把小刀，给你两把那个弯刀，然后就跟你讲这我们解除武装了吗？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他们要的就希望是领土，但是领土这件事情，恰恰是这个其他欧洲国家或是美国，他们不可能会让你去同意去取得领土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取得领土，美国没有取得好处状况之下，他不可能便宜以色列，让你的领土进行了扩张。领土扩张还是一件事。你扩张了，你得守得住。目前来看，黎巴嫩南部即使这次和谈了，那他也守不住。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和谈嘛，对不对？你现在零星战火还在打，你能够说他不对吗？因为打你的那个是不是一个黎巴嫩政府军打你的他妈的是胡塞组织，打你他妈是真主党，对不对？那以色列还击谁？还击黎巴嫩百姓靠腰骂真奇怪，妈这些人是有病的。所以说现在怎么打，对以色列来讲，基本上你都是在做一个 junk time， 就是一个垃圾时间。我怎么打？我除为了杀人之外，我基本上我什么都拿不到。对以色列来讲，它的现状其实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说过去在加沙走廊这一个状况，国际组织是一直想要去调停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因为哈马斯他先发了5000枚火箭弹那所以说以色列出来做反击，大家没话讲。但是黎巴嫩对你打了什么东西？你说真主党是民兵组织你去跑人家国家里面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说，在整个状况之下，以色列就变成是说，我打了一场我什么都拿不到的仗，就哪怕是西安组织也是一样，我这场仗打下去，我就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我是为了打而打。可是为什么为了打而打呢？还是回到一句话，纳坦雅胡执政了16年，他如果不打，你就得进牢里。我为什么要进牢里？我为什么不打下去？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你上场杀的都是那些以色列人。而且呢，这也不是他们最高级的贵族，都是一般的百姓的以色列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喝口水哈。
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以色列进入也是一个焦灼战。他如果真的要发动一个对伊朗发动攻击的话，他自己就已经没办法去处理。所以他现在为什么只打黎巴嫩不打伊朗呢？很简单，你打伊朗，伊朗就反击，对不对？你反击，我现在的弹药还没有补充啊。现在他们进行了这个伪停火状况之下，哪怕10天，对不对？那你可能以色列就可以增加了大概可能就是几百枚或是几千枚的大卫投掷，应该几百枚啊，大卫投掷所。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就是说增加我自己的一个防空能力？因为毕竟黎巴嫩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打，但是伊朗有啊。所以他进入到这个状况，不打伊朗，打黎巴嫩，那就是怎么样？第一个你和谈不了，第二个就是说我弹药可以补充，伊朗我不打你，伊朗不打我。哎，他抓到这个逻辑，他一定看老师的直播，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就是我不打你，不打我，我打你小弟，可以了吧？这个状况就变成你让美国就很难做，因为他就很难体面的下台，因为伊朗说你必须不打黎巴嫩，我们和谈才有办法，但是不打纳坦雅胡就得进牢里啊，对不对？那你说特朗普会不会牺牲掉纳坦雅胡呢？他敢吗？我相信他不敢，因为他的谋士、他的幕僚，目前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个状况，好像是6成的7成以上都是这民族，所以说你要怎么办呢？这些人是在盯着川普，你可不可以做这件事呢？包括他的军火商也是这些民族他们去做的，所以整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大家一起拖。那这个状况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下去，好，再讲就讲不完。我看各位是什么状况哈，有什么问题？灯光太亮，灯光调暗一点了。那个灯刚才自己掉下来的时候，现在没有灯光了。潘金莲只要用牙发电的这个我当吃了就砍麦芽蛋。这个我也不是很赞成我们国家去进口美国的发芽的马铃薯啦。那个里面那个是本来马铃薯发芽，因为我们学过中医的嘛，所以说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是不能吃的啦。我说真的啦，你怎么去做它都是不能吃的啦。这个状况我真觉得赚钱要有良心啦。那个美国如果这样赚钱，我觉得他的良心是被狗吃的，因为发芽马铃薯就是不能吃的，好吗？各位，你买到发芽马铃薯，不要想说把芽挖掉就可以吃，不行那个里面有龙葵碱这个东西就是有毒的，好吧？那个是真的是不能吃，好吧？发芽马铃薯，你别要顾好家里老人啊，那个发芽马铃薯不能吃。那比如说老师去好事多啊，或者去卖场买那些马铃薯啊，它就是已经让它不会发芽了，好吧？不是马铃薯都会发芽你在台湾买的马铃薯它会发芽那但是如果你是从那个美国所进口的马铃薯它正常马铃薯它是不会发芽，因为它已经把它去芽了，就是让它不会发芽的状况。那他卖发芽了，已经发芽的过来，那就是把它垃圾拿过来卖给台湾，然后台湾人你吃也不行，你也不能给猪吃，因为这个毒素是有问题的，好吗？日本帝国主义的确是在蠢动，因为他们一直在想是说跟美国去示好，所以说呢，他把对中国的外交等级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邻国。那这个状况的确是把中国降级，但中国在不在乎呢？不在乎啊，因为你自己的骨气很大，但是你要活下来的本事啊。日本现在的状况是你没有能源，你也没有太出彩的一个产业，那么你能够维持多久呢？这个是一个问号。就是米也不够，你粮食跟长安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大唐末日，它就是因为粮食很贵，是不是？那你像日本也有吸收中国的汉化文化，你应该知道粮价贵，百姓就没办法吃饱，经济就不可能会好，这个有问题，好吗？8000岁王爷建议台建去荷兰帮忙扫雷会成型吗？我不知道8000岁王爷是谁说这个事情，我不能背书这我不知道。美意之间对农业方面的影响，那个就没有肥料可以去做了。说那些衍生品的肥料比如说那尿素什么，还是氮肥什么那些都有问题那个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再大的影响你要看它影响的范围所以对于欧美来讲，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说其他地方它像中国它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呢，你要就不要说不是完全都可以替代了。是中国自己的库存是暂时可以忍受，自己的库存跟暂时不是代表说它没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不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日本自卫队到台湾海峡挑衅，美国有让小弟不断骚扰中国上钩吗？中国是不可能上钩的，中国今年不会去做任何大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些威吓因为没有必要，你知道吗？中国现在只要过了今年，他再去做，他的手脚可以放很开，懂老师意思吗？2026年很凶险，但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以身犯险，
因为今年本来就是一个兵荒之年，兵荒之年的时候，谁不下场，谁就保留个青山在。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东西啊，这个流年这不是只有我陈老师会呀、我学的也是跟那个中华道统源远流长的这个东西也去学的。难道他们的大师比我弱吗？当然比我强1,000倍啊，对不对？他们的国师，这各门各派都在他们那边的，是不是？那个龙虎山的总团也在那边呢，比我强大的很。所以说啊，他还在那边啊，他还在那边，他在那边。所以说呢，基本上他就在我就要守着自己，不要去做一些军事的危机，那么就没事。对，大家后面的经济拖垮了，的军队疲乏了，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才会去做。中国这以逸待劳这个事情啊，有什么不好的呢？就老师这次公开那个短视频就讲，对不对？理性跟王翦，一个是往前冲，一个就是我以逸待劳，我就屯兵在这边，等你骂累了，等我兵休息够了，我再出发，你拿我怎么样？我现在只要派兵去观察就可以了，对不对？围着你观察你，我们还可以替换运补，你拿我怎么办？这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说，经过台湾海峡，那么中国它不需要给你太大的反应，因为你也不敢把兵器亮出来吧，对不对？经过台湾海峡，那它在经济的地方再给你做一些掣肘，那痛苦的是谁？痛苦的就还是日本，好吗？好，感谢曲老师，感谢那个台湾王什么 DW 康没有啊？感谢你们赞助哈，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哈。发芽的芽挖透吃的那是不行的哈，那是不行的。你发一个芽都不行，你发一个芽，基本上那一整颗都有龙葵碱。我跟你讲，真的，不要像那个不要说是西医的啦，中医也会跟你讲，你吃进每一口的发芽土豆都是毒。我告诉你，你不要不信，那个毒你在你身体里面，西医可能跟你讲会代谢掉，我中医的角度告诉你很难啊。因为它一伤就伤到你的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受伤，那不是毒素有没有存在的问题，那是你的脏腑都已经受损了。你要告诉我你怎么样去做好了？就算年纪大了，那你不可能是说五脏六腑自然哇操他妈超强壮，年轻人也没这个机会，因为受伤了，他只是他的血条比较长一点，但是老人家血比较短一点，那你怎么去撑？说不要想看说这个食物对人身的伤害啊，那是一定是会有的。比如说我老是喝可乐。这也是伤害。我现在很少喝可乐，这样讲好像没人信，但是我真的减少很多了，好吧？因为可乐本身也是毒啊，这个各位去理解，好吧？这个食品安全是很重要的。好，来看看各位啊，发芽地方全部挖掉不行哦，不要吃哦，不能还有什么呢？你信没有想到昌平背叛，对，这也是一件事啊。哦，这个的确啊，无论是赵括或是李信啊，其实基本上他们都是一个名将，只是他在不对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名将的种子。因为李信跟赵括都是初出茅庐的啊，他们可是其他的大将军呢，他们都已经打了一辈子的仗了，对不对？那个打一辈子仗的，跟你刚出来的这个新科状元啊是有差别的。如果他们还能够被训练10年呢，我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的天下。所以说，趁他长大之前呢，都想办法把他弄掉。这个心态在过去就有了，好吧？以后我们再去跟各位讲一下《战国策》，好吧？老师短视频会跟各位讲《战国策》，还有很多啦，《战国策》啦，《资治通鉴》啊，《论语》《孟子》中庸啊，我现在都在讲，都排好了，好吗？现在老师都有积极的更新，各位应该有看到了。我这次讲的是真的，都是积极更新的。好，那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啦，就是有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欧美经济，欧美经济啊，其实各位也发现一件事情，现在的状况你根本就不能说好，国际局势这可以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战场啊，也不可能会好。他就是卡在那边，一个不下台，一个不投降啊，一个我就坚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谁都看得透，不是只有我陈某人看得透，全世界这些人都看得到，包括你也看得透，对不对？既然看得透的状况之下，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跟你的那个欧洲的股市一向非常的强劲呢？对不对？因为他们一讲之后啊，那个油价立刻跌10%啊，现在有没有涨回来？我不是很确定，因为这2天身体实在是不舒服，应该有涨回来，因为你继续封锁嘛，理论上应该是涨回来的。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股市依然是强劲的，比如说 S&P 500、道琼工业指数是欧洲股、法股、德股，或怎么都是非常强劲的。在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还强劲呢？告诉各位一个心态跟想法，就是在于是说，各位大家都认为是说，你这个状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懂了吗？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过去都认为战场只要不好，那股市就会不好，那是指战争初期是这个样子。战争初期，你的一个风吹草动会让整个世界产生很大的变局，因为大家都在兵强马壮的时候，火要捅一点即爆。
但是你拖到现在，大家都也会知道，美军你没有办法做好你整个夺岛的希望，你只要赶上去夺岛进入抢滩，那么伊朗它剩下来的1000枚导弹，它也不是吃素的，对不对？打你它还有省力吗？是不是？就像哪一天中日爆发战争了，你觉得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船舰，他会觉得是说，哎呀，那么小一个，我们把它打沉就好，那个人不要赶尽杀绝，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不可能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不对？肯定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又不是我们台湾军队，对不对？那这我们也不会跟日本人打不赢。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是不是说你上去之后就给伊朗找到机会把你去歼灭？那你一直想要维持住，可不可以维持？可以维持，你的代价太大了，你要死了至少几千个美军，这个东西是美国政府是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战损的，因为这场战争他什么都拿不到，已经确定了这场战争美国什么都拿不到，你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呢？从这场战争里面，美国最大的成果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然后他就重新有了世界话语权的样板，但是没有这个威信了，因为其他人不信任你了。这场仗打到最后，美国都是不会赢的，哪怕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美国只有场面上的漂亮话，回去其中选举可能有点优势，但是全世界不会，尤其是一些北约国家不会再这么相信美国了，有一个中东国家更不用讲。对不对？你不可能相信你嘛？你保护我，保护个毛啊！真的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我他妈每天被打，他妈你帮我什么东西啊？也没有，甚至还想跟我收钱，搞什么东西呀、对不对？不可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战场在这个地方，美国不可能取得更好的利润。它最坏的状况之下就是撤军，就这么简单。撤军难看，那是政治上的难看，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它只要能够恢复通行，哪怕缴这个保护费，一桶原油收$1，这个东西都还在于这个世界资本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是一个恶例了啊，这是一个恶例，最好是不要开。一开话，马六甲海峡也给你收钱了，对不对？那你其他兵的什么格陵兰也给你收钱了，那到处那个俄罗斯那北极航线也给你收钱了，对不对？那个就产生了一个争议啊，就是比如南非好望角也给你收钱，对不对？那这不好的事情，这恶例最好是不要开，因为全世界不是只有霍尔木兹海峡，台湾海峡可不可以收费？不可以啦，那没办法收费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会变成是说，最好的状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全部开放啊，然后有限的保护费，或是不用保护费，这已经是100%最好的状况。那美军撤军，大家战损不大，然后回去摸摸鼻子，我们重新下次再来跟你干。哎，现在回去先休息个几年，下次再跟你干啊，因为特朗普他还能够再打嘛，所以他说他回去打古巴。你知道为什么特朗普说要打古巴吗？打古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伊朗吃瘪了，我不赶快找个战场来转移我的目标，所以我说把古巴打，古巴就说有本事你他妈来。对不对？那大家就开始就是说期待下一场战争吗？大家也知道，你打古巴这个东西更不可能啊，因为你打古巴，那后面引发的就是更多的一些危机，地缘政治那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美国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打古巴的啊。说特朗普只要说愿意要去做的事情，通常是不会去做的啊，通常是做不到的。就他又要和谈，我们早上说和谈，下午就是跟你讲我不谈了，哎，就是这样。他讲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不可信的，说古巴一定要做反应，但是美国能不能去做古巴？去接管古巴，那不可能啊！国际法也不允许，美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接管古巴，他连接管委内瑞拉都有问题了，你更不要讲是古巴了啊！这两个东西是有状况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台湾人还相信那个什么古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夹道欢迎美军的去介入，因为那边是独裁者，讲是这样讲啊，百姓过不好是百姓过不好，跟你能不能去接受别人国家国人是另外一件事情，好吧？啊，那个是完全是两件事情。你看打越南，对不对？那个你能够去像是说。打越战的时候，南越政府会欢迎美国人去当他们的总统吗？也没有啊，美国也不愿意啊，因为你要去建设的地方太多了，你要花的钱太多了。现在又没有殖民时代的国家，而且殖民法的这个状况会有产生的一个争议啊。现在殖民活动这是有争议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取得人家政府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人家也不缴税给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只是宣誓上的问题，代表他实在是很想从这个伊朗战争里面赶快可以抽身，你不抽身他受不了。所以大家得看破这个事实了，你美国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说整个为什么欧美经济会说它的一个金融股市会强劲，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没有更坏的打算了，因为最坏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了，没有更坏的了。既然没有更坏的，那么代表是利空出尽，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场？对不对？那所以说就开始发现呢，他们美国的那个股市啊，美国股市啊，或是其他状况，一直不断的有积极去涌入啊，这个是可以看到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呢，这个东西啊，
我们去看，然后这个整个市场上面并不是只有说有动乱它一定会糟哦，不是，要看整个市场的大规模的生态环境不会更差，那代表是利空出尽，代表是会好了。而在这个状况，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比如说欧洲经济吧，欧洲的3月份的通货膨胀啊，中值是上修的哦，它把它的中值啊就上修到2.6哦，高于2月的1.9的市场预期，所以是说啊，这个也是2026年开年以来啊，首次超过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因为过去在2月预期是1.9，结果现在到2.6。那为什么？那没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能源同比上涨了4.9%，这也是2025年2月以来首次的年度涨幅是很高的哦，所以它现在完全的是扭转了通缩的状况。那你为什么会扭转通缩呢？因为我不得不花的时候，我就有个假性的通膨啊，就变得停滞性通货膨胀，变成滞胀啊，不是骂人啊，是停滞性通货膨胀。所以这个东西是会有问题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它只能做到最努力去做的东西，就只有一个，利率保持不变。利率保持不变了，比如欧洲央行维持3大利率，关键利率不变了，比如存款利率2%，主要融资利率2.15%啊，边际贷款利率2.4%。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维持不行啊。你如果再把利率提高一点啊，要去把通货膨胀给收缩一点的话，那么那些企业所借贷的成本，百姓的房贷成本，房贷应该是锁定的，因为他们的国家风俗是这样。啊，你的百姓跟什么企业的融资成本就提高了，加上你呢还有你所谓的欧洲三国，还有说他们各个地方的一些债务的问题，那么你借的公债，借的这些启发的型的一些公债，你的利率也要去提高，那么你已经是经济环境不好了，你再调高利率，然后再让你的国债去提高支出，然后呢一些小国家他们又付不出这个公债利息的时候，你他妈又要违约的风险。对不对？那你整个最好的状况就是维持利率，维持利率就是一个最坏的消息，就是什么呢？我没办法去提升了，我一提升，那个整个欧洲经济会面临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创伤，因为欧洲经济啊不如美国那边比较有中间系统。为什么？因为欧洲本身它并不是过去的工业革命的体系，它现在只能维持过去的余晖，所以它的工业产出的能力是不足的。但是美国再差，它还有 AI 的一些叙事在那个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农机啊，或者其他的关键工业，他们还是可以去做。加上他们还有农田啊，农产品，所以说基本上美国的整个经济核心体系一定是比欧洲来的一个强劲，所以它能够抵御的风险是比欧洲来的高。所以欧洲你一升息，造成的就是哀鸿遍野式的产生，加上欧洲又走的是比美国还要离谱的高福利政策。高福利政策我们之前所讲过了，高福利政策那是因为你当时有红利的状况之下，你吃了老祖宗的本，然后就说这是给百姓的福利，然后维持你的执政权。但是呢，居安思危这个想法他们是没有的，对不对？我就是应该有，我既然这么有钱，我就分给大家，感觉好像是说，哎，我们都是共好共利，不可能的。国家你知道长期经营的状况之下，你一定是必须要居安思危，你一定是要旱轍之舟，雨轍之车，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有去做呢？他们文化也是跟中国一样，数千年来的政治哲学，那他们不知道吗？知道个屁用！因为政府4年5年换一次人，2年，而且不能连2届，我为什么要替你想未来的事情呢？我现在不好，我这些福利政策，我先帮你做好这福利政策，那么我的党就可以选上了，对不对？就像马克龙这个傻子，是不是？还要想办法去为法国好，你有屁用，是不是？你就不支持你啊？你拼命放福利就可以了，拼命财政恶化，那也是哪一天你两手一摊就没事了。反正福利你照着嘛，对不对？他可是马克龙是傻瓜，对不对？一心想为国家好，但是一心你也做不到什么事情，因为这是什么呢？八旗制度，积病难生，你已经是重症在身了，你一方面的改革是处理不掉的一个事情。好，这个东西我们以后会讲很多故事，比如说崇祯皇帝的故事，哇，这个万历的故事啊，万历故事实在是很好，万历30年还有崇祯他们这故事很有趣。所以说啊，现在欧洲股市啊，美国股市都一直不断上涨，那这个东西还是会有下调的压力啊，这个并没有这么样的理想啊，这没有那么理想。所以说，在这个欧洲状况之下，那亚洲状况呢？亚洲当然更糟啊，亚洲肯定是更糟的。比如说呢，这个国际货币组织啊，它去预计亚洲的经济啊，亚洲真的包含中国，好吧？亚洲整体的是中港日澳台啊，这些所有东西都在这里面啊。这个亚洲经济啊，将会从2025年的5%放缓到2026年的4.4%。注意，老师讲的是整个亚洲的经济，不是单指中国啊。中国他说他可以保5%，那是一回事啊。但是我们看整个亚洲经济的话，
他说5%放缓到 4.4%啊，甚至是2027年的 4.2%。所以，但是如果中东的战争长期化的话呢，它可能还在继续下修1到2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亚洲没有能源，亚洲是没有足够能源，它必须通过这些石化产业来去做维系它自己的一个能源政策。所以现在整个状况之下，欧洲一直现在要去做一些能源改革，它拼命的盖核电，拼命盖光电，拼命盖的这些风电啊，这些事情啊，好到谁？10之8九还是好到中国，因为它了不起洗产地，因为这些东西制造出来的太阳能板或者风力发电机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中国洗完产地之后，它还是比欧洲产的便宜，而且它的整体的那些这些产业链电池什么东西绑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包含变压器，也是中国制造。所以说，它无论你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洗产地，欧洲也必须跟中国买光电、买风电这些设备。你说老师不对啊，欧洲比如法国，对不对？他们自己就有风力设备，对，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变电器，也没什么用，对不对？变压器也没有，也没什么用。所以在不好意思，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就变得是说它比较有一些核心状况，而现在对中国来讲，它就是个转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老师就跟各位讲过了，中国一定会快速的发展核电，所以它现在是核电的一个升装数量啊，是世界第一的。为什么？因为核电明白就是它是一个干净的能源，对不对？不是我在说啊，核废料放哪里？靠腰妈是假议题，你还信啊？对不对？你别信那个假议题了，好不好？哎，那个东西信的人妈都傻子，他妈是傻锤子，你知道吗？傻狍子都比你聪明一点。所以核能它是一个干净的能源，所以说呢，中国一直不断的去盖这个核能，欧洲也想重启这个核能，所以大家都要去做，但是中国比它做早2-3年，所以它现在做这个核能，加上还有小型的核电站，加上未来还有核融合技术在后面等着，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新疆，还有他们的一些沿海地方都有所谓的水力发电啊，就是海洋的发电啊，或是这个什么水坝发电。甚至他们的光伏电，新疆的光伏电这些东西啊，有些他们发电量可以让一个省邻近的一个省啊用电无虞，对不对？它因为他们自己设备是有的，所以中国受到能源的打击之前呢，他们早好几年啊，大概早我们目前来看，至少早5年已经在做好这个能源的安排。啊，台湾其实是最早有这个机会，因为台湾在比中国更早之前，它就比如大概好像是17、8年前吧，台湾的光电是最好的，但是现在是中国是最好的。这个各位可能不知道这个历史哦，17、8年前呢，这个台湾的光电板呢，那是品质最好的啊，效率最好的，只是我们克服不了成本啊。中国学会之后呢，它做得更好了，对不对？因为它也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了。说真的，中国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那随便做一弄都给研发了，速度比我们快得多，所以它的转换率是比我们还要来得高。加上他们有体系化，对不对？还有光伏阳哦，还有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整体做法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个状况来看啦，就变得是说，你日本、韩国、台湾啊，就变得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而亚洲经济这么糟的状况之下呢，那么美国的 AI 还是要继续抵制着中国，比如中国派的一些科研人员去，那也是被美国直接把你遣返。你再加上啊，现在比如说像美国的那个 AI Cloud 啊，Cloud 它现在还针对的是说，如果你是中国人，然后哪怕你用 Parsing， 就是你用跳板啊，你要去这个代理伺服器去使用 Cloud， 它都一定都知道了。说真的，很多人说这个怎么会知道？你用 Plus 也怎么用知道呢？哎呀，傻孩子，这个东西有个东西不是只有你的 IP 可以知道你在哪里好吗？很多东西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的了，好不好？这我就不讲了，讲到时候大家跑去做一些奇怪的实验，好不好？都可以知道你在哪里，他就会要求你做什么了，要做你身份证上传啊等等之类验证。但是问题是，你验证个屁用，他也不会同意你，好不好？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在 AI 上面去封锁中国，然后呢，你在整个科研方面也希望中国可以阻止它，让它不要变得更强。那问题是这个事情达得到吗？到今年它还这个整个年度里面，2025到2026年，中国论文数量还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势。中国的研究在世界上还是一个不断的每一年保持领先的状况，所以你能够挡它多久？挡不了多久。有时候不对，老师，你现在比如说美国的 Midjourney、美国的 OpenAI、美国 Cloud、Gemini 都比中国强。没有，不是，你要看东西是哪些比中国强啊？中国现在他们在，比如说他现在腾讯有做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Coding Plan， 他们的千问有做一个 Coding Plan， 那豆瓣也有做一个 Coding Plan， 就是专门去给你做写代码的，一个月才多少钱，你知道吗？一个月Unlimited 给你去使用，才200块人民币，200块人民币，你就是无限制的去让你去使用编代码啊，直接给你手戳代码，戳什么都行，只要他还记得，他就给你戳。
准确率有没有高？准确率是比较低的。好，它大概在做过实验嘛，然后有公家机关做单个公证单位做过实验，准确率76%，Cloud 可能是82%，对，76跟80差了这个6%差很多。但是它现在这么便宜，就让你去使用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经验，它就会很快的，他们自己做出来一个可能可以跟 Cloud 去对抗的一个跟编写代码的 AI。而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编写代码这个东西啊，很多人说啊 DeepSeek 现在都没落了，不对。DeepSeek 的 coder 他自己本身状况之下，也只比你这个所谓的 Cloud 它跟 GPT 它也只弱了4个百分点。哦，这是有人公正去评价了。所以你整体来看，它并没有办法去说中国的科技会被封锁很久，因为中国它有能源，它的能源是足够让它自己的民生没有问题，研发没有问题，他们有核电，他们有原油，他们有天然气，最重要的这些都没有，他们还有煤矿，我还有煤老板，对不对？中国又发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煤矿源，所以很多状况之下，中国吃的比较久，那美国你在消耗就变什么呢？此消而彼长，那整个世界的这个权力交替跟经济的转移，我们会更加的明显。各位去明白，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上可用，命理上可用，世界局势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必定会有世代交替。一旦交替，富不过3代，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个事情。你要看美国从50年代啊，它就经历一个很多很多的循环，几乎是每20年、25年的面临到一次经济恐慌。美国难道是一帆风顺200多年都是一时无缺的吗？不，你真的没研究过美国历史，你就会觉得一时无缺。他们经历过了多少次的金融危机，我们只是没有特别把它出来讲而已，好吗？好，那个大概我们讲的时间超过了，不好意思，老师太激动了，好吧？讲太超过了哦。还没有什么问题哈，就不要发芽哦。股市活跳跳了，但是呢，要小心一点，因为啊，它现在有一些边丝行情啊，边丝行情就是你上中下洗啊，你去参与的时候就会有状况。一般散户啊，你是不要去搞这些事情，我真的不建议你好好的买黄金，黄金这次又不是涨了1%吗？对不对？好好的买黄金哦，你好好存钱，消除负债，这个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好吗？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感谢老师的感谢各位啊，今天呢、这个老师今天咳嗽咳那么多次啊，也感谢您的包容，感谢您的体谅。那下礼拜我们还是会持续更新我们短视频啊，老师今天也把它录了一些。我们短视频啊，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主力，因为我发现长视频没有人看，你知道吗？短视频我尽量去更新，有原则看到嘛，好不好？如果你在中国抖音，请你关注一下老师，帮老师做按赞分享啊，因为老师过去的节目啊被列黑了，我现在需要人家的支持，点关注、点分享、点赞。不好意思，老师一直咳嗽。那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一个5月20号所举办的这个补运法会哈，那春季补运法会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你之前没有参加过的啊，就是说你清明节那一批你没参加的，进到新的我们系统里面呢，请你重新注册啊，这是为了大家的资讯安全。那大课堂的啊，有问题的可以直接老师联系。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我们下周见。